哪怕是一国最高元首，也极有可能在20分钟内被克格勃斩首。1991年8月19号，屹立在苏联之巅大半个世界的克格勃为挽回这个国家的威望，发起了最后一次行动。结果，克格勃与阿尔法部队的联系被切断，叶利钦逃过一劫。克格勃只能愿赌服输，接受苏联解体的同时，也迎来自身的没落。时至今日，克格勃已经被许多世人遗忘于历史长河。但殊不知，在20世纪，这曾是一个强过美国2大情报机构，对全球每一个角落做到全方位监控的庞然大物。世人对克格勃的印象大多会与特工2字划等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并没有错。克格勃的起源要追溯到1917年的列宁时代。彼时，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要求吉尔任斯基创办一个可以用于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做斗争的机构。1个半月后，一个名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机构成立，简称契卡，这便是克格勃的前身。契卡被赋予的任务包括消灭全国范围内的反革命分子，监察代工行为，将反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交予法庭审判，并为法院做前期侦查和预审。一支横空出世的神秘机构就这样出现在苏俄。当民众的人权被契卡秉持的秩序所侵犯时，人们对该组织投来指责声音，可列宁丝毫不为之所动。列宁认为能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比什么都重要。契卡诞生于布尔什维克尚未站稳脚跟的特殊历史时期，直接脱胎于列宁对无产阶级的支持，这一特性奠定了契卡的历史底色。1922年，苏联诞生，契卡也随之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其权限普及整个联盟。总局的具体权力包括管理劳改营、对全社会的调查权和司法权。1931年，总局又包揽了全苏联的警察职能，甚至掌握能制造飞机坦克的军工厂。政府机关、军队、各大工厂也开始迎来总局的情报人员，一张覆盖全苏的庞大情报网络正在形成。总局沿着列宁划定的道路走了下去，权力不断扩大，但也不可避免沦为掌权者个人独裁的工具。1934年，斯大林将总局并入内务部，在整个30年代，总局都沿袭着此前的调查权与司法权，为斯大林的政治斗争服务。正如苏联理论家尼古拉·哈布林所言，当列宁的革命思想还在指导着契卡时，他总会捍卫国家免遭反革命分子的危害。对敌人残忍是他的本性，然而他现在成了腐败的官僚机构，迎合着斯大林狐疑的心理，在毁灭对手的同时，也在消灭着自己。尤其是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曾经的契卡彻底沦为斯大林的屠刀，1年内处决了2.2万反对派敌人。俄罗斯安全部有一份秘密材料公示，在莫斯科南端的布托沃镇有一个军用靶场，在占地仅有4英亩的靶场下就埋葬着这2.2万条生命。他们大多是教师、艺术家、工程师、农场工人，只因与斯大林政见不合便受到处决。布托沃镇的受害者们不仅没有接受过任何审判，直到处决前他们还以为自己只是被转移到另一所监狱。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被带至一条壕沟前，壕沟中是堆积如山的尸体。契卡的刽子手们从背后向他们开枪，一次处决20人左右，生生杀掉了2.2万人。随后这片靶场被契卡种上了苹果树，如今这座万人坑成了契卡永远无法抹除的罪证。时间来到1954年，克格勃在契卡和内务部的基础上成立，他不光负责国家安全，也愈发成为苏共的安全保护者，在揭发和抵制不同政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苏联于90年代走向末路，克格勃也随之凋零。1991年8月19号，这个情报帝国希望通过政变挽救苏联，这注定是一次不成功变成人的行动。如果失败，克格勃将万劫不复，但行动还是毅然展开了。只是令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克格勃与阿尔法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了，整装待发的部队迟迟没能等来总部的命令，最终叶利钦逃过一劫，克格勃政变失败。苏联解体后，克格勃被大卸八块，逐渐湮灭于历史长河中。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个曾经威震全球的情报帝国，但这并不能掩盖克格勃曾在苏联时代留下的赫赫威名。在不同历史时期，克格勃曾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10月革命胜利前后，克格勃单纯为了红色政权的胜利而斗争，打击一切破坏革命和颠覆活动。冷战时期，克格勃对标美国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美国的2大情报王牌机构，比两者覆盖范围加起来还要广。全盛时期，克格勃拥有40多万成员，对内他们遍布苏联各级部门和权力机构，且由于克格勃具有凌驾于各级国家机关和领导人之上的特殊职权，所以就连苏联的党政军高层领导人都怕他3分。
尤其是在斯大林动用克格勃清洗了 2.2 万反对派之后。对外，克格勃9万多名间谍分布在全球各地，几乎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些间谍特工潜伏到了全球各国政府的眼皮子底下，随时能够掌握各国政坛一手情报，甚至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会立刻成为苏联斩首行动的一把利刃。阿富汗元首哈菲佐拉阿明就曾在短短20分钟内遭到克格勃的斩首。1979年9月14号，阿富汗政客阿明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掌国家大权后，阿明表面上与苏联一片和气，高举苏阿友好大旗，但这仅仅是因为战后的阿富汗需要苏联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援助。私下里，阿明早有脱离苏联掌控的小心思，双方撕破脸皮。阿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苏联掌控，并多次召见美国代表，希望改善与西方关系。阿明的行为最终给自己招致了杀身之祸。苏联对阿富汗本就是层层掌控，克格勃间谍遍布社会各界。1979年11月初，苏联打响对阿富汗的战争，苏军势如破竹，阿富汗毫无抵抗之力。12月27号，一支克格勃特种部队悄悄集结到了阿富汗总统行府塔日别克宫。一行人凭借对塔宫防守力量、宫殿布局的掌控，迅速避开敌人的巡逻，一路突袭至宫殿深处。最终，这支部队在宫殿某处房间找到阿明，当场将其击毙。除此之外，阿明家人也难逃一劫，全部被克格勃处决。随后，克格勃特种部队撤离现场。而从发动突袭到行动结束，前后不过20分钟，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斩首敌国元首，足以见得克格勃的强大与可怕。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可怕的间谍组织，也敌不过历史前进步伐。1991年政变失败后，克格勃只能认命。契卡创建者吉尔任斯基的塑像被推倒，克格勃被迫取消了内部的苏共组织，并走向改组。对外情报部划给了对外情报局，安保和监听部给了保卫局、信息局，其他大部分工作都分到了联邦安全局头上。很多精英间谍与特工也被迫改变自己的工作和岗位，其中就包括对克格勃一片赤诚的普京。这一年，克格勃在普京的亲眼见证中分崩离析。然而，普京对克格勃的情感从未消失。2000年，普京曾对一位记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就能抗衡一支军队，这是我当初加入克格勃的理由。普京认为，真正的克格勃不应被用于对内镇压，而要用于对外捍卫国家利益，这是普京眼中真正的间谍。幸运的是，普京在叶利钦上任不久后被选为联邦安全局的局长，这个机构是克格勃的主要继承者。当普京以局长的身份来到安全局时，他由衷感叹：我回家了。当然，普京并未将安全局带向克格勃的老路，他告诉麾下情报人员，不要为克格勃感到伤心，克格勃涌现过很多英雄，我们要为他们自豪。当然是那些对敌人残酷的英雄，而不是对内镇压的党棍。2004年，在普京的要求下，吉尔任斯基的塑像被重新树立。随着普京掌权，几乎要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克格勃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并迎来了第二个黄金年代。克格勃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费持续增长。昔日克格勃的领袖们也纷纷回到俄罗斯政坛重要位置，比如俄罗斯副总理谢钦、对外情报局局长弗拉德科夫等等。最鼎盛时期，俄罗斯政坛70%政要都是前克格勃领导人。2004年，一部名为《生死倒计时》的影片登陆莫斯科。影片反映了新一代俄罗斯特工智勇双全的英雄本色，而影片背后的投资人正是普京。普京试图通过影片告诉世人，俄罗斯间谍帝国回来了，但他们不是克格勃，而是新一代的俄罗斯间谍。克格勃曾经统治了苏联一个时代的庞大间谍帝国，鼎盛时期，它掌控着全球每个角落发生的几乎任何一件事，就连处决敌国元首这种事，于他们而言也只需20分钟。但奈何因为苏联解体，克格勃也随之走向覆灭，直到普京出现，克格勃才起死回生。不过，正如普京所言，新时代的间谍已经不再背负克格勃的身份，他们只是单纯的背负着维护国家安定任务的工作人员。至此，俄罗斯间谍似乎才回到列宁和吉尔任斯基预先设定的轨道里。不要钱免费送，俄罗斯领土4次被标上中国记号。在西方国家眼中，俄罗斯前后4次给中国送领土是在拉拢中国为同盟。可只有当事双方最清楚，4块领土是普京在偿还俄方欠下的债。俄罗斯的领土归还事件来龙去脉究竟是如何？为了领土权益，中国做出过怎样的努力？在视频开始之前，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俄罗斯向中国开放远东部分地区使用权一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西方媒体猜测，中俄领土纠纷问题持续多年，如今在俄罗斯进退维谷之际，中国或许会加大力度，彻底解决问题。如他们所言，中国对于争议领土的态度从未改变，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一定会要回来。但是乘人之危这种事，我们不屑于去做。事实上，通过友好谈判的手段，我们也已经从普京手里拿回了属于中国的4块领土。其中过程最曲折的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共同流经的黑瞎子岛。在1929年之前，这座岛屿都是中国地图上明确的标注点。明清时期，中央王朝还曾经在这里设置过监管机构。可就在1929年，趁着中国两党内讧、自顾不暇的机会，苏联强势介入，夺占黑瞎子岛，把这里变成了他们的实控区。原本属于中国的岛屿上飘扬着苏联的国旗，原本安居乐业的中国渔民也被苏联军队强行赶走，不得不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做了军用和民用2个方面的开发。军用开发是建立哨所，派遣士兵长期守。哨所还能成为军事基地的支撑，并且为过往的苏联军队提供一定的补给。苏联人通过海路自北向南行进时，黑瞎子岛就成了他们重要的中转站。至于民用开发，那就不得不提农场建设。苏联境内的农用土地相比起国土面积来说，比例实在不算太大。庞大的冻土层、严寒的气候条件都会阻碍农业的发展，但是在岛上，这些制约因素都不存在。受到海洋气候的影响，苏联人开辟农场之后，他们的农作物生长就越发喜人，每年的丰收成果也极为可观。为了对岛屿进行持续开发，苏联政府还专门通过政策扶持，引导一部分苏联人来到此处长居，在这里生活繁衍。久而久之，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痕迹在黑瞎子岛几乎遍寻不见。旧政府的落后和无能，不该由新中国来买单。所以1964年，我们提出了关于黑瞎子岛的归属权谈判问题。苏联的强盗行为只能暂时改变这座岛屿的使用权，没有改变岛屿的归属权。而且中苏两国也没有签订过任何与黑瞎子岛有关的割让条约，因此于情于理，我们政府都有立场要求苏联归还领土。道理虽然是这样没错，但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苏联这个贪心的国家可不愿意再吐出来。所以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避重就轻，试图引导中国转变话题风向，更想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来逼迫中国放弃谈判。当时两国的关系已经进入急转直下的阶段，所以中国也不再同他们客气，而是斩钉截铁地提出要求，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整整5年的时间过去，谈判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也诡异的没有终止。1969年，苏联政府突然表态，黑瞎子岛上的苏联人坚决抗议中国政府的行动。我们的财产被强盗夺走，我们要求对方还回，强盗却抗议我们不讲规矩，这贼喊捉贼之势让懂得尊严为何物的中国人目瞪口呆。中国不气馁，不退让，坚持继续谈判。既然我们的要求不能被满足，那谈判就不能停止。1991年，苏联解体，我们的谈判方就变成了俄罗斯。普京上台之后，俄方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普京是个人若犯我必犯人的狠角色。西方国家频繁对俄罗斯发起制裁，自然逼得普京内心的天平不断向我们中国倾斜，舔着脸与西方国家修复关系，甚至不惜出卖本国利益。这可能是叶利钦的作风，但绝对不会是普京的行为。远离欧美，他自然需要中国。想与中国交好，领土纠纷又是绕不开的话题。中俄谈判，他必须配合。一直到2004年，关于黑瞎子岛的谈判才终于宣告完结。俄罗斯政府同意归还一半岛屿，所有军民即刻撤出圈出的171平方公里的土地。2008年，一块界碑在这里出现，事情落下帷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拉扯，我们终于取得了初步的成功。2015年，我们还在黑瞎子岛上本国控制的这一边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积极发展生态型绿色经济。除了黑瞎子岛之外，俄罗斯还在之前3次归还中国领土。1992年，俄罗斯刚刚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统治秩序还不稳定，处于前有狼后有虎的阶段。而中国基本已经稳定了，开始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俄罗斯不敢像过去的苏联轻视中国一样轻视我们，相反，他们还得向中国示好，以期获得稳定的邻国环境。因此，他们将东北边境的9平方公里强占土地归还给中国，也借此和中国达成了关于中俄发展的一致意见。第2次归还，第2年的东部边界的补充协定中有所记录，远东地区的5平方公里土地，他们也答应还给中国。这个地方接近吉林，曾经是我们的东北黑土地。
此时的俄罗斯已经在计划着与我们开展双边点对点互动，也积极推动高层往来。所以，归还领土的举动本质上也是在为他们的建设目标而服务。1997年，第3次归还来了，哈桑边境的约10平方公里的领土自此也回归了祖国的怀抱。这一年发生的2件大事都让我们欣喜不已。一件是俄罗斯归还我们土地，另一件事就是我们从英国手里把香港给收了回来。7月1日0点，5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昭示着大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当你获得成就时，身边那些坏人好像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好人。从前那些想方设法也做不到的事情，现在也成了光荣不当中的一笔。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一共向中国归还了4笔领土，普京也算说到做到，让人侧目。回想起几十年前毛主席为中国领土所做的努力，真是让人感慨万千。那是1950年，毛主席出访苏联，与斯大林展开了一场艰难的谈判。此时的新中国在强大的苏联眼中就是个不足挂齿的小鱼小虾。对于毛主席提出的苏联非法侵占我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的态度也相当敷衍，常常在谈判中顾左右而言他，对我们极其不尊重。几次碰壁，毛主席倒也不在意，他想做到的事，他就一定能百折不挠。他多次主动寻找斯大林，要求对方正视中国作为平等国家的诉求。斯大林被他烦得不行，甚至还做出了谎称身体有恙，逃避双方会面的举动。管你什么借口，我自有我的主张，这是毛主席的决心。经过5年的努力，我们在1955年收回了旅顺和大连，全国人民为之振奋。此后的中苏蜜月期，因为需要苏联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所以中国暂时退了一步，避免提出敏感问题。到两国关系恶化之后，我们才又摆出立场，把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做完。一寸山河一寸血，荡气回肠的抗争史，从来都值得我们骄傲。据统计，俄罗斯侵占的中国领土面积多达150万平方公里，所以即使他们已经多次归还，也仍旧还欠了我们很大一笔债务。收复领土之事，如今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一使命不会因为中俄两国的关系而有所变化。不管我们是普普通通的建交国家，还是有着深度利益绑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领土争议都是不能混淆的重点问题。在俄罗斯处境并不理想之时，西方国家预测普京政府有可能会通过再次归还中国领土的行为，获得中国更大力度的支持，或者他们会提出与中国结盟，将争议领土变成两国共同开发的土地资源。简单来说，他们会以土地为筹码，向中国交换支援资金或者军工物资。只要中国愿意对他们做出行动上的直接支持，他们就能在归还问题上点头。这一可能性，我国政府不能接受。事实分明，注意边界，这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规则。用中国的领土换中国的物资，这不是规则范围内的正当行为。况且，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从来都是中立，我们不站队任何一个国家，更不会像美国那样用尽手段助推战争。尽快解决冲突，回归和平局面，这才是中国的愿景。至于领土该争取的，我们还得继续争取。中国人民的诉求一直都是俄罗斯必须全部归还中国领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还需继续努力。